3I Atlas 研究中，天文学家巧妙地把火星軌道探測器也拉進了觀測小分隊，用這些繞火星運行的航天器當成第二隻眼睛，補上了從地球上看不到的角度，最終拼出了迄今為止對這類星際訪客，以奧陌陌為代表的那一類天體最清晰、最完整的運行軌跡圖。對天文學界來說，這一次並不是普通的觀測更新，而是一項寫進教科書級別的重大突破，等於是在怎麼追蹤星際來客這門課上打開了全新的章節。他們把原本主要用來拍火星、測大氣的那些繞火星運行的探測器客串改行，專門對準 3I Atlas 進行觀測，用這些額外視角大幅修正了它的軌道參數。別忘了 ，3I Atlas 是人類目前確認的第3個星際天體，所以每一點改進都格外珍貴。當他們把火星軌道器拍到的數據和地面望遠鏡、地球軌道望遠鏡的觀測一併放進同一套模型裡重新計算時，發現這顆星際訪客的軌跡精度一下子提升了將近10倍，相當於從模糊地圖變成了高清導航。這是目前為止對任何星際天體所得到的最精確運動路徑。這次突破不光讓我們更清楚地知道 3I Atlas 是從哪兒來的，到哪兒去的，也順帶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套全新的追蹤手法。未来只要有天體飛越太陽系，我們就可以動員多顆行星周圍的航天器，從多個角度圍觀，大大提高判斷它們軌道和性質的能力。接下來這段視頻裡，我們會一步一步講清楚科學家到底從 3I Atlas 身上看到了哪些新東西，這些發現對我们理解宇宙有多重要，以及在這次觀測之後，天文學家準備怎麼進一步追蹤和利用這些星際訪客。那就從頭說起，一點點來拆開這次令人興奮的星際來訪事件。我們現在就開始。時間回到2025年7月1日，在智利高原上夜以继日掃描天空的 Atlas 巡天項目，在例行的自動巡天數據裡，第一次捕捉到一個陌生光點，這就是後來被命名為 3I Atlas 的星際天體的首次身影。這個光點剛被記錄下來沒多久，全球多個團隊就緊急接力觀測。短短幾個小時內，軌道初算結果擺到天文學家面前，大家一看就發現不對勁，它的運行方式明顯不符合我們熟悉的那一套太陽系彗星的標準軌道。進一步計算顯示，這個天體走的不是閉合的橢圓，而是一條張開式的雙曲線軌道。這意味着它根本沒被太陽圈養，只是在穿越太陽系的路上路過一次，繞都不繞一圈，揮揮手就要離開。這一下，它立刻被歸入一個極其稀有的小名單，緊跟在第一位星際訪客奧陌陌和第二位鮑里索夫之後，成為人類觀測史上第3位確認的星際來客，等級堪比宇宙界的國賓訪問。在它被發現後的最初幾周，觀測任務主要還是落在全球各地的大型地面望遠鏡身上。這些望遠鏡輪班值守，追蹤它一點點從外層空間向內太陽系靠近的全過程，生怕錯過任何細節。不過，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只從地球這個角度去看，要想把一個星際天體的身世和樣貌都摸清楚，其實非常吃力，因為地球只是太陽系裡眾多觀測點中的一個，視角太單一。這類星際訪客往往飛得又快又急，在我們這邊視角最合適的那一小段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哪怕一開始測量時只有一點點誤差，隨着時間推移，距離拉大，最後推算出的軌道就可能被放大成非常不確定的範圍。所以，即使在早期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觀測點，天文學家在做精確擬合時依舊會發現，要把這顆星際天體的飛行路線畫得又細又準，仍然很難。到了2025年10月初，3I Atlas 從我們視線中走位到接近火星方向，和火星之間最近時，大約只有2900萬公里。這個相對位置的變化，給科學家們送來一次極為難得的觀測機會，等於是天體自己走到火星旁邊，讓我們從另一邊看的。此時 3I Atlas 火星和地球剛好排成一種很順眼的幾何結構，仿佛3點組成一個巨大的三腳架，讓科學家可以同時從地球和火星2個方向來觀察同一個目標。這種立體視角為後續的精確測量打下了基礎。
當時繞火星運行的幾位老兵，歐洲航天局的 ExoMars 任務、氣體軌道器以及火星快車號，本來是幹火星地質、大氣、表面成像這些活的。他們的相機是為拍清楚火星地表岩石裂縫而設計的，而不是用來拍幾千萬公里外暗到幾乎看不見的小點點。但科學家還是讓他們挑戰極限，嘗試對準3I Atlas 進行長時間曝光。要在火星軌道上抓拍3I Atlas，可不是按一下快門那麼簡單。控制团队必須精確地計算並修正探測器每小時約14000公里的高速運動，同時還要面對目標本身極其暗弱的亮度，稍有偏差就會讓星際天體從畫面中溜走。最後傳回來的照片，如果給普通人看，大概只會覺得是一張有些噪點的黑色背景上多了幾個像素點，談不上好看。但對科學家來說，這幾乎是無價之寶，因為他們正是測算軌道所需要的關鍵坐標。繞火星飛行的航天器本身位置就被跟蹤得非常精確，誤差往往只有幾米到幾十米，這種精度遠遠超過我們對地面望遠鏡位置的掌握，因此每一張由他們拍下的圖像帶來的都是高精度的天體定位信息。正因為如此，這些看起來其貌不扬的小图像成了進行三角測量的黃金數據點，它們幫助科學家在地球、火星和星際天體之間搭起一條精確的幾何基線，就像量房子時多拿了一把更長、更直的尺子。等到分析人員把所有來自火星軌道器的測量數據和原先由地面望遠鏡得到的觀測一同放進新的解算程序裡時，結果的誤差範圍陡然縮小，整體軌跡解算的可靠程度比之前提高了將近10倍。這在歷史上還是頭一回，人類第一次正式動用繞另一顆行星運行的航天器，不是去研究那顆行星本身，而是用來參與星際天體軌道的精準計算，相當於我們開始真正把整個太陽系當成一個聯合觀測站在使用。按照修正後的高精度軌道，3I Atlas 在10月30日經過距離太陽最近的位置，也就是所謂的近日點。隨後，它將在12月19日與地球擦肩而過，最近距離大約2.7億公里。這個距離遠遠超過地球到太陽的一半，對我們來說完全是安全的遠觀模式。更精確的軌道預測，還能讓全球的望遠鏡知道該在什麼時候往哪一個具體方向去守株待兔，繼續對它進行追蹤觀測。這尤其重要，因為3I Atlas 正以接近每小時25萬公里的驚人速度遠離太陽系，亮度會越來越暗，再找就非常困難。所以這次行動的意義不僅在於發現了一顆有趣的星際彗星，更在於它證明了一個新思路。當我們想追蹤那些飛得快、離得遠、從地球看不清的目標時，可以把各個行星軌道上的探測器都納入同一個觀測網絡。這種方法在未來捕捉更多星際來客時可能會成為標配。3I Atlas 之所以讓科學家如此興奮，不只是因為它護照上寫着來自星際空間，更重要的是它的化學成分、噴發行為都和我們習慣認知中的彗星有不少差異，相當於是一本来自外星行星系統的樣本說明書。各大天文台通過光譜儀對它發出的光進行分析後，發現它周圍那團朦朧的揮發，也就是被揮發出來的氣體和塵埃形成的光霧，主要成分居然是二氧化碳，同時還夹帶着一定比例的水蒸气和一氧化碳。這個配方和大多數太陽系彗星略有不同。我們熟悉的太陽系彗星大多在靠近太陽時，表面的冰层被加熱，主要是水冰先開始大量升華，噴射出水蒸氣和塵埃，形成一條亮堂堂的尾巴。可以說，它們的活動主要是水驅动的。而3I Atlas 光譜裡那條特別顯眼的二氧化碳特徵線，則在暗示一件事：它很可能誕生在原始恆星系統中一個比我們太陽系彗星形成區還要更寒冷的地方。那裡的二氧化碳冰更加常見，甚至比水冰還重要。這種以二氧化碳為主角的揮發特性，說明它在母恆星周圍所處的化學環境與我們在太陽附近看到的完全不同。那裡的氣體和塵埃組成、溫度分布都可能走了一條截然不同的演化路線。換句話說，
這種二氧化碳比水還搶系的配比，在太陽系里典型的彗星形成區域很少見。它反映出一種我們在本地環境中幾乎沒有直接樣本的特殊條件。這就提醒我們，宇宙中不同恆星周圍形成的冰質天體類型和口味可能千差萬別，不一定都像太陽系彗星那樣遵循同一套配方。星際來客相當於給我們展示了其他星球系統生產線上的產品樣本。除了光譜之外，科學家還祭出了偏振測量這件利器。簡單說，就是研究光被塵埃顆粒散射後搖擺方向的那門學問。通過分析光的偏振特徵，可以反推出塵埃顆粒的大小、形狀、表面粗糙程度等信息。測出來的結果很有意思。3I Atlas 在某些角度下表現出的所謂负极化分支，比我們在普通太陽系彗星上看到的要明顯得多，曲線往下凹的程度更深。這說明它周圍那層塵埃雲的性質並不一樣。這很可能意味着 3I Atlas 上的塵埃顆粒表面紋理、內部結構都和太陽系彗星塵埃不同，而這種差異也許是它在恆星系統之間漂泊了上百萬甚至上億年，一路暴露在高能宇宙射線和粒子風中，慢慢烤出來的結果。在星际空间航行的這段漫長旅程裡，塵埃顆粒好像一直躺在微波爐裡被低火慢烤，持續受到各種輻射的轟擊。久而久之，它們反射和散射光線的方式就會發生改变，光學性質和新鮮出爐的彗星塵埃明顯不同。把光譜、偏振、軌道這些證據放在一起看，我們會發現 3I Atlas 並不是簡單的再來一顆奧陌陌或者鮑里索夫翻版，而是在很多關鍵特徵上都展現出明顯的不同，是第三種有自己獨特個性的星際访客。簡單对比一下，奧陌陌當年飛過時幾乎沒有明顯的彗星噴發，長得更像一塊乾巴巴的石頭，鮑里索夫則很像一顆典型的太陽系彗星，只是細節上有些獨特之處。而 3I Atlas 剛好介於兩者之間，外觀看上去像一顆活躍的彗星，但它內部的化學組成、塵埃特性和活動方式卻與在太陽附近形成的彗星有着截然不同的風格。有了火星幫忙做三角測量之後得到的高精度軌跡，研究人員就有機會去尋找一些更微妙的效應，比如那些不是由引力產生的微弱額外加速度。典型的就是彗星一邊噴氣，一邊像噴氣船一樣受到小小推力，從而輕輕偏離純粹的引力軌道。一旦能測出這些幾乎可以稱作細枝末節的偏差，科學家就可以倒推出彗星核本身有多活躍，質量大概有多少，內部是比較堅硬的一整塊，還是像堆雪一樣鬆散，這些都是理解它真正長什麼樣的重要線索。如果我們只有地球這一個觀測角度，這些細微偏差往往會淹沒在測量誤差裡，但當來自地球、火星甚至其他探測器的多點精確測量放在一起，就更容易把這些藏在噪聲裡的小動作揪出來。此外，科学家還發現一個有趣的變化，當 3I Atlas 從太陽背後重新出現在我們的視線中時，它不但變亮了一些，整體顏色也稍稍向偏藍的方向移動，這說明它的活動狀態在悄悄發生變化。這種變藍很可能意味着，在它表層被陽光繼續加熱的過程中，埋得更深、從未暴露過的新鮮物質開始被釋放出來，噴出的氣體和帶起的塵埃比例發生了變化，從而改變了我們看到的整體顏色和亮度。對研究者來說，這些細微的亮度和顏色变化，就像是來自彗星內部的一封封回信，為它由什麼物質組成、內部結構怎樣、受什麼物理機制驅動，提供了新的證據。把 3I Atlas 的各種測量結果記入星際來客檔案之後，研究人員的星際物質目錄又多了一個珍貴數據點。它可以和奧陌陌、鮑里索夫以及未来更多來訪者一起对比，幫助我們完善關於別的恆星系統怎麼形成、會把什麼樣的碎片甩到星際空間來的理論模型。這一次成功的動用火星軌道航天器來精修 3I Atlas 的軌道，不僅是單個任務的勝利，更標誌着我們追蹤所有進入太陽系物體的思路出現了轉折，從只靠地球看，升級為動員整個太陽系的資源一起看。
在此之前，絕大部分天體的軌道計算，特別是小行星、彗星等，基本都是依托地面望遠鏡和地球軌道上的少數空間望遠鏡來完成的。整個流程高度集中在地球這個單一觀測站上。而這次事件則實打實的證明，只要願意協調，圍繞其他行星運行的探測器，完全可以加入到軌道測算團隊中來，不僅能提升整體精度，尤其在目標暗弱、移動迅速，或者剛好位於地球不易觀測方位時，能起到關鍵補充作用。從行星防禦的角度看，這種方法的意義就更加直接，它關係到我們能不能及早、準確地發現可能威脅地球的小天體。比如說，如果將來有一顆小行星恰好從靠近太陽的方向悄悄逼近地球，地面望遠鏡也未被陽光晃得什麼都看不見，這時繞金星、火星甚至更遠行星轉的探測器就有可能從側面背光的有利角度把它拍下來，為我們提供至關重要的早期預警數據。隨着未來幾年、幾十年中繞行各個行星和小天體的航天器越來越多，我們整個太陽系會慢慢變成一個分布式的巨大天文台網絡，而不是過去那種所有觀測都集中在地球這種單點模式。3I Atlas 的觀測過程還讓大家更清楚地意識到，專門為快速反應設計的任務為什麼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星際來客一旦出現，留給我們反應和布置觀測的時間往往非常有限。歐洲航天局正在籌備的彗星攔截器任務就屬於這種快速反應型項目，計劃在2029年發射，把探測器先送到太空中的一個臨時等待點，不指定具體目標，靜候一顆合適的彗星或星際天體出現。這艘攔截器的軌道方案和儀器配置都非常靈活，可以在目標出現後再進行精準調整。無論是突然從遠處闖入內太陽系的一顆新彗星，還是下一位星際來客，它都有機會變軌追擊，完成近距離掠過和拍攝。很多科學家也在感慨，如果像彗星攔截器這樣的任務已經提前幾年在軌待命，那麼這次我們也許就有機會派出一艘探測器，從幾千甚至幾百公里的距離貼身觀測3I Atlas，獲取更震撼、更詳盡的第一手數據。與此同時，歐洲航天局發往木星系統的 JUICE 探測器，在自己飛向目的地的途中，也順帶對3I Atlas 進行了額外觀測，相當於在旅途中順手拍了一位路過的星際旅客。這些數據目前仍在陸續下傳和整理之中，真正的科學分析要稍後才能公布。但哪怕僅從觀測布局上來看，它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地球、火星之外的又一個觀測視角，更進一步凸顯了多地點聯合觀測的巨大價值。所有這些嘗試和經驗也在推動一個共識逐漸形成，未來我們需要更多真正針对星際來客的快速反應任務，比如在太陽周圍不同位置布置常駐的觀測航天器，或者準備好可以在幾周內完成發射和變軌的多級飛行器，一旦新的星際天體出現，就能迅速出擊。畢竟這類星際訪客既極其稀有，又個個急匆匆地掠過，錯過一次就很難再見到同一個目標。因此，擁有快速部署、快速變軌的航天器，可能是我們今後唯一能拿到它們近距離、高分辨率數據的現實途徑。從科學的角度講，每來一位星際天體，都像有人給我們送來一塊來自外地行星系統的岩信樣本，讓我們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不同恆星周圍的行星系統是如何一步步形成、演化甚至崩解的。通過比较它們身上挥發性物質的比例、塵埃的具體成分以及活动是溫和還是剧烈，科學家可以慢慢區分哪些特徵幾乎在所有恆星系統中都會出現，屬於宇宙通用標準，而哪些則只在某些特殊環境下才會出現，屬於地方特色。3I Atlas 那異常突出的二氧化碳含量，再加上它獨特的塵埃光學性質，使它在這張对比表裡佔據了一個非常特別的位置，相當於給科學家提供了一個極端但非常重要的參考樣本。多虧軌道被大幅改進，
研究人員可以提前規劃好接下來幾個月的觀測安排，一直追蹤3I Atlas， 直到它在12月完成與地球的擦肩而過。在它徹底變得太暗，儀器再也無能為力之前，盡可能多地收集最後一批高質量數據。在之後，它就會沿着那條早已注定的雙曲線軌道，一路甩開太陽的引力，漸漸消失在更深、更黑的星際空間裡，繼續自己漫長的宇宙旅程，可能再也不會回到我們身邊。像3I Atlas 這樣的事件不斷提醒我們，只要持續擴展和升級整個太陽系的觀測網絡，我們識別、追蹤並深入研究星際訪客的能力就會一步步提升，從模糊的幾何軌跡走向更全面的身份檔案。這一切都在為未來幾十年更系統、更深入的探索系外物質打地基，而3I Atlas 本身就是這樣一個弥足珍貴的機會，讓我們得以真正摸到一點來自別的恆星系統的原始物質，哪怕只是遠距離的間接測量，也極其難得。這次動員火星軌道探測器參與追蹤星際天體的嘗試，也從側面說明，行星探測和星際科學並不是兩條互不相干的路線，只要善於協調和設計任務，它們完全可以互相加成，一起把人類對宇宙的認識向前推一大步。可以這樣說，每一位像3I Atlas 這樣的星際訪客，都是宇宙寄來的一個小小樣品包。只要我們抓住機會好好研究，就能在理解行星系統如何誕生、演化甚至毀滅這件事上，再向前邁出一步。